The end of the world has arrived. Countless people have turned into zombies out of nowhere. In my past life, I was bullied and tormented to death by my own family. After being reborn, I unexpectedly awakened a system. I take my grandmother and stay inside an absolutely safe tent. Inside this tent lies an endless supply of food, allowing me to survive the doomsday safely. But right now, the first thing I must do is break free from my leech-like parents. 你想要多长时间？时间不等人啊！等我公司破产，一切都晚了。1个月吧，1个月后我就马上带着钱回来。1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若是真破产，是万万撑不住1个月的。但眼前2人不过演戏而已，自然点头答应。我笑着看向他们，1个月啊，就让你们在自以为得逞的笑容中等待吧。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自己被欺骗了。第2天一早，我马不停蹄地坐上网约车去了外婆家，直到彻底离开这所城市，才算安心。离家越近，我的眼眶就越是湿润。上辈子我听信了他们的鬼话，居然真的把遗产给了那2个人渣，而不信外婆的话，甚至最后一次通话还是恶语相向，不欢而散。没想到那居然是最后的消息。此后通讯断裂，断水断电，联系困难，直到死都没听说过外婆的任何消息，不知对方生死。我没有跟外婆说我回来了，而是打算给她一个惊喜。到家了，外婆，我声音带着哽咽。外婆老了，背有些弯曲佝偻，满头银发，脸上也多了些皱纹跟斑点，身上满是岁月的痕迹，但好在身体看着还算硬朗。小冉，你不是准备高考吗？怎么突然来我这？外婆吓了一跳，但还是匆匆跑了过来，抓住我的手，满是关心。外婆，这事以后再说，我们先回屋，我有急事要说。也好，也好，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声音有些哽咽，急促而颤抖地抓着我的手，不肯再松手。我外婆是个很要强的人，跟外公一起闲不住，天天赚钱，希望能给孩子一个保证，一个退路，让妈妈永远有底气，有钱才能腰板子硬，选择也多，拥有更多的自由。外公外婆的打算是好的，也确实挣了很多钱，但是天不遂人愿，我妈是个恋爱脑，是真的恋爱脑，被我爸3言2语哄骗了去。年纪轻轻还上着学呢，就搞大了肚子。我妈本来成绩很好，拥有光芒的未来，却因为那个渣男怂恿，执意要退学生孩子，在家里挺着大肚子照顾我爸。我外公外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越是反对，我妈那言情小说看多了的脑子就越是来劲。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跟着我爸，甚至因为未婚先孕，连彩礼都没要，直接倒贴住了进来。婚礼自然草草办了一下，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过起了日子。第2天一早，我马不停蹄地坐上网约车去了外婆家，直到彻底离开这所城市，才算安心。离家越近，我的眼眶就越是湿润。上辈子我听信了他们的鬼话，居然真的把遗产给了那2个人渣，而不信外婆的话，甚至最后一次通话还是恶语相向，不欢而散。没想到那居然是最后的消息。此后通讯断裂，断水断电，联系困难，直到死都没听说过外婆的任何消息，不知对方生死。我没有跟外婆说我回来了，而是打算给她一个惊喜。到家了，外婆，我声音带着哽咽。外婆老了，背有些弯曲佝偻，满头银发，脸上也多了些皱纹跟斑点，身上满是岁月的痕迹，但好在身体看着还算硬朗。小冉，你不是准备高考吗？怎么突然来我这？外婆吓了一跳，但还是匆匆跑了过来，抓住我的手，满是关心。外婆，这事以后再说，我们先回屋，我有急事要说。也好，也好，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声音有些哽咽，急促而颤抖地抓着我的手，不肯再松手。我外婆是个很要强的人，跟外公一起闲不住，天天赚钱，希望能给孩子一个保证，一个退路，让妈妈永远有底气，有钱才能腰板子硬，选择也多，拥有更多的自由。外公外婆的打算是好的，也确实挣了很多钱，但是天不遂人愿，我妈是个恋爱脑，是真的恋爱脑，被我爸3言2语哄骗了去。年纪轻轻还上着学呢，就搞大了肚子。我妈本来成绩很好，拥有光芒的未来，却因为那个渣男怂恿，执意要退学生孩子，在家里挺着大肚子照顾我爸。我外公外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越是反对，我妈那言情小说看多了的脑子就越是来劲。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跟着我爸，甚至因为未婚先孕，连彩礼都没要，直接倒贴住了进来。婚礼自然草草办了一下，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过起了日子。突如其然的病毒爆发，末世来临，很多人都毫无征兆的变成丧尸，追寻血肉，搞得人心惶惶。而我跟外婆宅在绝对安全的小屋里，进入了一顶比别墅还要豪华的神奇帐篷里，一边撸猫，一边吃着零食，看着监控，看爸爸跟后妈因为一点食物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的滑稽样子。
为此，我外公外婆没少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我妈终于经历了几年的搓磨后幡然醒悟，连尿不湿都买不起，那渣男却吃香的喝辣的，孕期还出轨。她连吵架，那渣男都骂她是倒贴货不值钱。往日的愁苦让外婆也凄苦了很多，比旁的妇人苍老不少，但好在看着还算硬朗。此刻那老太太满头银发，欣慰地看着我，不住地打量，眼里满是泪水，似乎想通过我看我那早死的妈一样。她想她了，我也是。外婆收拾了下情绪，哽咽地把我拉入屋里。我正纠结怎么告诉我外婆上辈子的经历，毕竟外婆上了年纪，跟我们这代人不太一样，不知道小说重生啊之类的话，想跟她解释，她估计也很难接受这件事，只当我胡言乱语。我正在发呆，突然一愣，外婆的小屋比较老破旧，属于砖木房子，本应该是被拆除的那种老房子。我偶尔进去住，一抬头还能看见屋檐上的大横木，还有一些蜘蛛网。若是夏天运气不好的话，还能滋生出蝎子。这种房子，我劝她搬出去，她却舍不得，毕竟那是她跟外公的婚房。现在外公死了，外婆更加舍不得那些旧的记忆。只是我惊讶的不是这个，而是房子正中央搭着一个小小的帐篷，那是一个土黄色不起眼的帐篷，看上去跟短视频里小狗的豪华狗窝差不多大，十分的精巧可爱。但是屋里为什么有这个？外婆鬼鬼祟祟地拉着我往那帐篷里去。乖乖，你别惊讶，我跟你说，我发现了不得了的事。外婆拉着我进入了那帐篷里，两个人钻入一个小帐篷，按理来说是挤不进去的，但是我不仅挤进去了，甚至还能把身子站直。我了个豆！我惊讶极了，外看帐篷小小的，实际上一进去发现别有洞天，里面似乎有100平的样子，很是宽敞，层高都有3米，不知道哪里来的光照亮了里面的情况。米面粮油、零食、饮料、饮用水、蔬菜、水果、日用品、衣服、鞋子、被子，应有尽有。物资们被按照不同的品类摆放了一堆又一堆，那边的是大米，那边的是方便面，这边的是面包，那边一箱箱的是饮用水。再看看那零食堆，什么辣条、香肠、面包、巧克力堆成了一个小山峰，都快触碰到层高了。我必须仰着头才能看见最上面的尖尖。都是外婆特意给你买的，看看有什么想吃的，放开了吃。外婆拍着胸脯骄傲极了，这些都是她辛辛苦苦往家里拉的，每天忙活的不行，就是盼着我回来，把这些好东西跟我分享。我粗略一看，果然都是我爱吃的，什么盼盼面包、桃李面包、巧克力和一些辣条薯片，都是我曾经跟外婆说过的。外婆全部一一记下，每次我回外婆家，外婆都会准备一大堆的零食，全部留给我吃。我感动极了，但还是开口询问，外婆，这是怎么回事？外婆挠了挠头，那纠结的表情跟我如出一辙。外婆跟你说，你可能不信，其实外婆是死过一次的，不知道怎么又回来了。还有这个帐篷，按你们小年轻的话，应该叫金手指，对吧？我的大脑宕机了一下，外婆居然也重生了，而且居然还有金手指。乖乖，我跟你说，你别不信，过些天就要出现吃人的怪物了，可吓人的很，逮着人就咬呢，你千万别出门。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做梦梦见了全世界，哪儿都有这些怪物，他们疯了一样疯狂地追别人，咬别人的肉吃，可恐怖了。我吓得不行，你那王婶儿、四姨、三大爷全都成了那种怪物，很多人死了，血淋淋的，吓得我好几天没敢睡觉。外婆像是憋屈了很久，终于把想说的话跟恐惧、担忧一股脑的释放出来，抓着我的手不放，又急又快地说出一长串来。半夜，我翻来覆去的想，我的乖乖会不会有事？乖乖可是住在城里的，我在乡下还好，乡下丧尸少得很，还有很多存粮，不至于饿死我这老不死的。但是我家乖乖在城里，听说你们都不放存粮的，我的乖乖会不会饿肚子？外婆在掉眼泪，我也在掉眼泪。我没想到外婆居然这么关心我，甚至担忧我在城里饿不饿肚子。我在城里确实不好过，丧尸多不说，家里也没吃的。我不仅是饿肚子，还被爸爸跟后妈联合欺负，被人虐待，甚至什么食物填了他们的肚子。当然，这些我都不敢跟眼前的外婆说，说出来了也只会让外婆自责担心，反而伤了她的心，得不偿失。我可以暗地里自己来，却不想让外婆半夜自责伤心。外婆擦了擦眼泪，
继续道：所以我就出门了，我全副武装的开车准备去城里找我的乖乖。外婆，我惊叫一声，担心的不得了。没事的，乖乖，没事的。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出现在你面前吗？我并不是完全的笨蛋，外婆能重生，那就代表她必然死过一次。外婆你疼不疼？都怪我，都怪我。此刻，我再也忍不住的嚎啕大哭，像是雏鸟找到了家，卸下一身的疲倦，寻求关爱。没事的，外婆在路上还找到了这个帐篷，重活过来之后，马上就去拿过来了。这叫什么？因祸得福，祸兮福相依。要不是这个帐篷，我们还收集不到这么多物资呢。帐篷很是不起眼，若不是滴上血，也不会知道里面的奇妙之处。快，你也滴上血，绑定。这个帐篷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不止一个人可以绑定，只要第一个绑定者邀请家庭成员，就可以一起绑定。当然，即便有血缘关系，若是已经绑定的家庭成员不同意，那人滴血也没办法进来。我马上照做，经过外婆的确认，也成功成为了帐篷的主人。恭喜绑定甜蜜的家，请尽快充值。充值？这要怎么充值啊？我再次仔细看了起来，眼前跳出了提示，让我发现原来不只是储存空间，居然还有这么多功能，惊喜溢于言表。点开面板，除了现如今的100瓶外，还显示有很多房间未解锁，一点开就需要充值金盒。我知道金盒，丧尸脑子里的那种东西。现在还是初始的新手100瓶，再往下就如同蚁巢一般，往下打通的一个个小房间。储藏室可以储存食物或者物资，放进去多久，出来时都不会腐烂。储水室可以盛放大量的饮用水。卧室，工人休息的房间，能快速恢复体力。甚至还有种植室，真的跟蚁巢一样，房间呈现圆形，里面的空间比其他房间大很多，上面还显示植物的样式，可以用来种植农作物。点一下，这个也最贵，需要猎杀10个丧尸才能解锁一个种植室，也正常，毕竟这个需要模拟阳光湿度，提供植物需要的环境。再往下看看，居然还能增加帐篷的防御力跟攻击力，这个是怎么增加的？我点了一下，当即就出现了虚拟屏幕，一个硕大的大蚂蚁穿着盔甲出现在眼前，我吓了一跳，不过好在那只是一个虚拟形象，以为保卫甜蜜的家，护卫领地内生物的安全，以及保护财产安全，建议投放树枝来护卫您的安全。下面还有蚁兵，这种蚂蚁看上去更加厉害，大大的尖锐牙齿跟弯刀一样在嘴边，手里更是拿着弓箭。这种蚂蚁可以外出清扫周围的危险存在。好，我一声叫好，吓了外婆一跳。外婆戴上了老花镜，一看也忍不住乐了。这个好啊，这个好啊！有了蚂蚁在，不仅能保护家园不被破坏，还能击杀丧尸，再也不用担心被丧尸吃掉了，也不用半夜惊醒，3番5次的检查门窗有没有锁紧，有没有丧尸出现。有了它们，危险的说不定是丧尸。还有这个也好，升级小屋。升级小屋可扩大小屋面积，并赠送100点防御力。100点防御力是什么意思？就是别人往帐篷上扔一枚手榴弹，都炸不烂小屋。而且还多了一个结界，没有小屋主人的允许，陌生人无法穿透结界来到小屋里。我点，余额不足请充值，余额不足请充值，余额不足请充值，穷鬼。刚刚是不是被骂了一句？不过也是，升级小屋需要金盒，而现在末世还没爆发，没有丧尸呢，怎么获取金盒？急得我抓耳挠腮的，当即一拍大腿。外婆还有钱吗？给我买无人机，还有弓弩。我害怕丧尸，不只是我怕，基本上所有不想死的人类都怕这个。但是一旦对方能爆金币呢，能获取大量的好处，那怕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杀掉丧尸，换取金盒来充值小屋，这一点我势在必得。不过不能自己上场跟他们硬碰硬，我这小胳膊小腿的，实在不敢随便乱来，对方稍微挠破一点血皮，我就得被感染歇菜了。所以我选择远程攻击，只需要开无人机监控丧尸，引来一只，我站在围墙外射杀掉对方不就好了？安全的远距离攻击，只需要拿到1-2枚金盒来购买蚁兵，让他上去厮杀，那我就有源源不断的金盒来升级小屋了。这个主意甚好，我跟外婆解释了一下，外婆也欣然同意。反正离得那么远，就算射偏了也不会有危险，顶多浪费一点钱罢了。买，不仅购买大量无人机，还要购买弓弩。不仅如此，外婆还提议买个电动锯子，以备不时之需。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就在我们买的时候，突然有人打电话过来，一看备注是后妈，脸上的喜悦消退，我瞬间变得冷漠又厌恶，但还是接通了电话，准备看看对方放什么屁。小冉啊，你到外婆家了吗？
快到了，怎么啦？你还记得我们约定好的吧？不是妈妈催你，而是你爸爸这边实在不好拖了，越拖越难。你看看。我当然记得，我会尽快把钱拿来的。只是你也知道，我跟我外婆有点生分了，重新联络下感情，再开口要钱，哪有这么急的？不是还有1个月吗？当初说了1个月的，这才第1天呢，就打电话过来，这俩人真是坐不住，如此焦急，如此功利，偏偏我眼睛瞎，当时真的没看出来什么，怕对方又来催促，我马上画大饼。放心吧，我说了能拿到就肯定能拿到，那毕竟是我亲爸，我肯定会向着我爸的，毕竟我们才是一家人。一家人3个字，我咬得有些重，感觉有点阴阳怪气的，但后妈显然没有听出来，只是松了一口气。那就好，好然然，你帮助你爸渡过难关，你爸肯定会记住你的好，以后加倍对你好。不说以后的股份都是你的，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我们的大功臣早点回来。哼，这个时候了，他还拿我爸的股份来勾我，那根本不可能轮到我的东西，偏偏要几次3番的暗示我，给我希望，又狠狠的摔碎，还不如一开始就坦坦荡荡的说重男轻女，至少我也不会有期待。好反胃，恶心的连饭都不想吃了。我挂了手机，迎上外婆关切的视线。好乖乖，别信他们的，他们是骗你的，都是坏人，坏人啊！刚刚我跟后妈打电话，根本没有背着外婆，外婆自然也听见了，那意思不就是来要钱吗？偏偏还派出我来。外婆担心我家在中间难办，更怕我跟我爸伤了和气，即便几番劝解，也没能扭转我的想法，就这么把白花花的钱拿来喂狗了。放心，外婆，我不可能给他们钱的。还有，我深吸了一口气，其实我也是重生的。什么？外婆大惊失色，立马围着我看，心疼的不行。重生就代表死了一次。我的乖乖，你怎么就死了？谁干的？谁干的？是不是你那后妈？我就知道她不是个好人，我找她算账去。别，现在还不能对付她。现在还是和平时代，还有秩序，闹上去难不成就谴责一顿吗？更何况重生又不能说出去，我根本拿不出证据，来回掰扯算什么？不如暗中放箭。是我爸跟后妈他们一家子一起干的。后妈的坏很尖锐，很显眼，但是背后的人呢？我爸才是主谋。若不是他在背后撑腰，后妈敢这么对待我吗？都是他在暗示，把后妈当成挡箭牌来施行自己的意愿，自己却每每隐身，拿着利益，拿着战利品大吃大喝。比起后妈，我更加怨恨我爸。我简单跟外婆说了一下被他们一家害死的事，隐去了被欺辱的事，只是粗略一说被杀掉，甚至没说被吃掉的事。外婆果然悲痛不已，一个劲的怒骂那一家子王八蛋。我的乖乖，我的好乖乖，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跟他们一起了。有了我的陈述，外婆彻底信了，我不会向着爸爸跟后妈。毕竟谁会袒护害死自己的人，更何况那是亲人。真是畜生！外婆愤愤不平的怒骂。外婆倒是比我愤怒的多，比我这个受害者还要生气。倒也正常，毕竟她爱我，因为爱，所以更加怜爱疼爱我。好了，不要把时间浪费到人渣身上，等末世之后，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付出代价。你已经想好主意了？外婆询问。对，我点头，目光看向那小小的帐篷以及手里的无人机。想要报复是很简单的事，更何况还有蚂蚁兜底。稍微一个思考，脑内就已经有了好几条具体的计划。外婆欲言又止了一会，见我彻底不把渣爹当亲人，才欣慰地摸了摸我的头发。乖乖，我的好乖乖。一连数天，我都忙得不可开交。外婆有钱，买了很多物资，包含吃穿住行，乃至调味料都考虑到了。我看了看，又加购了一些女士衣服、内衣、鞋子等，还买了一些卫生巾，这东西不能少。在末世里丧尸横行，我不敢自己出去，那无人机就是我的眼睛，能代替我飞出去，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买了很多无人机，还买了发电机，甚至还有一些摄像头，为的就是以后丧尸出现，我有钱购买蚁兵，让他们出去打丧尸的时候装在蚁兵身上，通过蚁兵摸清楚街道哪里有丧尸聚集，哪里是安全的道路，还能侦查地形，比别人更早的获取官方消息。我买了很多东西，差点把外婆的钱包掏空。直到买完了所有想得到、用得到的东西之后，卡里还剩下了几万块钱。我毫不犹豫地拿来买了娱乐设施，手机、电脑、平板，甚至游戏机、收音机，还有碟片等。物资不缺了，那精神食粮就来一点，这也是很重要的，能放松精神的好东西。我下载了很多的电影、动漫、电视剧，甚至是短视频跟歌曲。新买的手机内存直接干成红色，满满当当的塞不下去了。这些都是离线下载，即便以后断电了，还能看，
用来打发时间最好不过。我外婆下载这些东西下得很起劲，一个人用5台手机平板，下完这个下那个，还不忘在网上搜一下高评分电影，下到手机里。而我则是趁机下载了几千本的小说，打算无聊的时候看看小说打发时间。虽然大概率是看不完的，但是还是要有的，物资实在太多了，目前的初级小帐篷塞不下去，多余的我们先放入到仓库里了。就等丧尸一爆发，获取几个晶核，把帐篷升级，就可以一股脑的把东西塞入到帐篷里。说来也新奇，别看帐篷里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我本以为它要扎根到这小破屋里了，没想到试着一提，它就跟真的帐篷一样，轻巧得很，被我折叠几下，竟然跟真的帐篷一样被收纳起来了，真的很了不起。不过这样也更加方便了，我们提着小帐篷，可以随时换地方住。为了不被人怀疑，我们还是如往常一般生活，只是偶尔会消失，提着一个小小的土黄色包，不知道去哪里忙活。时间过得很快，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这些天，我爸跟后妈没少打来电话，起初还好，隔几天打一个电话，我随便画个饼就能敷衍过去。到后来，直接1个小时1个电话的轰炸，每次都是哭诉自己公司快要破产了，要我马上把钱拿出来，我只能继续画饼，跟他们说进度，说知道是哪张银行卡了，拿到银行卡了，不知道密码，知道密码第1位了，可把那边急得着急上火，又无可奈何，挂掉电话，我大喊：外婆，我好饿，我想吃红烧肉。好嘞，外婆这就给你做。外婆对我很好，几乎百依百顺，我这么一喊，外婆马上系上围裙，给我做香喷喷油汪汪的红烧肉去了。在这1个月里，外婆安排好了一切，甚至在最后几天还有意无意的跟周围街坊邻居们说，外面可能要爆发病毒了，听别人说跟口罩那次差不多。这么一说，其他人想起被口罩支配的恐惧，当即纷纷囤粮，准备这些天避而不出了。如此也好，末世爆发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我那渣爹又给我打电话了，真服了，一天都恨不得打20-30个电话，我话费不要钱啊。哦，貌似马上就不要钱了。电话一接通，我爸那大嗓门就嚷嚷了起来：小冉啊，你要到密码了吗？还差最后1位，干脆也别要密码，拿着卡去营业厅试试就好了，总能把密码试出来的。我爸很焦急，因为我这边哄着他，隔几天就说出银行卡的一个密码，才算勉强稳住了他。现在就差最后1位密码了，胜利就在眼前，大笔的钱马上就能落到嘴里，可把他急得不行。那可不行啊，你忘记了吗？密码一旦输入错超过3次，银行卡就被机器锁住，没办法抽出来了。你也不想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被我外婆记恨上，把密码改了吧。他那边骂了几句脏话，到底还是耐着脾气让我动作快点。爸这边已经撑不住了，要债的人已经找上门，在门外铺红漆不说，还找到了你弟的学校，差点把你弟抢走。爸爸挨打了没关系，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总不能让你弟弟也跟着挨打吧。我很想说，想的，那弟弟又不是我妈生的，而是我爸跟后妈生的儿子，同父异母的弟弟，哪里有什么感情可言？我还巴不得弟弟他挨打了呢，可惜都是编的故事来骗我的钱呢。那瞧你这话说的，我能眼睁睁看着你们挨打吗？实在是外婆这边已经怀疑我了。等明天啊，明天我一定把密码要出来，把钱亲自给你们送过去好不好？若是前些天他们还信，现在已经开始在心里怀疑这鬼丫头是不是在骗他们了。行，最后信你这一回，明天必须把钱给我。我看着监控里我爸那张铁青的脸，差点笑出声。我在家里装了监控，目的就是为了看这一家人的德行。这些天我那后妈没少骂我，给我爸上眼药，包括那弟弟也是，时不时的就要骂。至于所说的欠债，那是子虚乌有的事，家里好好的，根本没有半点狼狈的模样，他们甚至还大鱼大肉的。趁我不在家，又是炖鸡，又是蒸鱼，甚至连牛羊肉都搞上了。要知道我在家的时候，他们都是炒的青菜豆腐，半个月不见荤腥的。当然，他们只是做样子的吃，背着我天天加餐，吃吧吃吧，看看你们以后吃什么东西。后妈是没有囤货习惯的，基本上买一顿吃一顿，冰箱里空空荡荡的，都是出去买新鲜的菜，或者干脆点外卖来吃，家里没什么存货。看厨房，只有几捆白水面条，等末世一来，他们就是第一批饿得受不了的家伙。挂断电话，我们照常吃饭睡觉，只是到了半夜，怎么都睡不着。不只是我，还有外婆也是。打开手机，刷一下视频，果然已经出现了几个恐怖的视频，马路上出现了车祸，不只是1起、2起，而是每隔一段就会有人追尾，甚至把车飞出去。那被撞得支离破碎的司机居然还能爬起来，踉跄地向救援的人扑去。视频突然跳转，显示已经消失了，被404了。也对，这才第1天。我接连刷了好几个最新视频，果然都能刷到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恐怖东西，但很快就接连消失，像是错觉一样。这样的捂嘴反而激起了民众的恐慌，有人在群里艾特全员，惶恐地发出很多人胡乱逃跑的视频，以及那皮肤青灰色追着人咬的神经病。这是什么东西？
狂犬病还是丧尸？我的天啊，这什么东西？大半夜的，别吓人！这是什么电影吗？看上去好真实。救我！救我！救我！我老公刚刚死了，我孩子和我躲进厕所了，他还在砸门，怎么办？不是，我楼上的邻居们疯了吗？大半夜的这么叫，慌乱嘈杂，像是病毒传播，甚至在村子里，我都能偶尔听见有人在惨叫，丧尸病毒爆发了，到处都是人间惨剧。现在，在我们还能安全的躺在被窝里睡觉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一片炼狱。小冉，外婆转过头来，她还没睡，眼里满是泪水。她已经听见了，隔壁的邻居在惨叫，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此刻却死掉了。若是我提醒了，不，外婆，这都是命。是啊，即便提醒了又能怎样？对方又没有重生，也不可能相信两个人说这么离谱的话，更不可能放弃一大家子一个人躲起来。外婆能提醒邻居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却要每个人都相信，那做不到，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救那么多人。外婆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依然感到难过。我上去抱住外婆，手一下下的拍着她的后背。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随着明天的到来成为过去，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外婆很快调整好了情绪，在我的安慰下逐渐睡着，我却睡不着了，索性走出卧室，打开监控，看看我爸跟后妈一家在干什么。已经半夜了，他们应该睡了，但是楼上发出的尖叫把他们吵醒了。楼上在鬼叫什么啊？什么垃圾隔音？我就说你不应该省那么一点钱不做隔音，这破房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苏彩霞在抱怨，却一下子捅了我爸那可怜的自尊心，嗷的一下站起来，怒火冲天。你当我愿意啊？还不是没有钱，都怪你，不是说好了能把那死丫头的钱骗过来吗？这都1个月了还没有信，肯定是你太急了，他看出来了。什么叫都怪我？那是你闺女，你没要到钱，责任全推我身上，你还讲不讲理了？二人吵得不可开交，因为钱的事闹得很难看。就在我爸准备动手给后妈来一巴掌的时候，风风火火的冲了过来。爸妈不好了，外面有丧尸，一天天的瞎叫唤什么？我看你是手机玩傻了，脑子都糊涂了。净瞎说，你要是当初把这进分一半拿来学习，也不至于考上这么烂的学校。我弟一噎，被气得不行。刚刚这俩人还差点打起来，针尖对锋芒的，现在一起把火力对准了我弟，有苦难言，只能拿出手机点开视频。爸妈，不好了，外面有丧尸，下面真闹丧尸了。你看，这是我同学给我发的视频，他爸死了，身体都被吃一半了。他拿出视频给两人看，生怕两人不信，还特意强调是同学，是货真价实的活人，而不是网上那些传来传去的段子。真吓人，拿走拿走。后妈最怕这些血淋淋的东西了，一看就那红色，立马挥手，不想再看。我爸倒是脸色铁青的看了起来，他很想挑刺，但是面对那真实到不可思议的视频，半天竟找不出作假的嫌疑。毕竟谁家特效妆能把身体画的凹进去？直到楼上的惨叫越来越不对劲，他们才终于察觉出未来。不只是楼上小区里也是乱糟糟的，甚至隔壁楼还跳下来一个人。事实摆在眼前，不由得不信，三人有些害怕了，特别是后妈，更是一下子钻进了我爸的怀里。这个时候倒是病气前嫌了。明明刚刚还吵得死去活来的，拉开窗帘一下，小区里有几个人晃晃荡荡的在走。弟弟小林拿手机摄像机一放大，缩近距离，就看见了那些人，身上血红的一片。后妈顿时叫出了声：“这是什么鬼东西？”妈，小声点，我看视频里说他们对声音敏感，别把他们引来了。我弟小林马上把窗帘拉上，我爸更是惊疑不定的打开自己的手机，开始搜索新闻。出现的热搜第一条就是今日我市出现了新型病毒，乃至全球范围内传播，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在家内不要外出，尽量待在原地等待救援。居然是真的！我爸想起了什么，马上冲到厨房，把冰箱一拉开，查看物资。我天！我爸怒骂一声：“你为什么不买菜？冰箱里都是空的，我们以后吃什么？”冰箱里只剩下一个包菜，一个辣椒了，只能炒一顿菜的，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天。我哪知道会发现这种事啊！后妈嘴巴一咧就开哭。往日我爸很吃这一套，但一旦触犯到自己的利益，那这套就完全不管用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臭娘们儿！我爸一巴掌呼到了我后妈的脸上，把她打得嗷嗷直哭。他们是没有存粮的习惯的，撑不住几天就得发疯。果然，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挂断、拉黑，一气呵成。丧尸既然已经出现，那就该我表演了。那可不是什么恐怖的丧尸，都是我白花花的钱升级帐篷的好东西啊！我拿起了弓弩跟无人机，很快就找好了目标。街上游荡着很多丧尸，我选的是在我家门口最近的一个丧尸，瞄准，按下按钮，嗖！弓弩不需要我用多大的力气，本身就带的机关让弓箭十分有力，
直接朝着那丧尸脑袋射去。耶，获得了第1枚金盒，我如法炮制，接连拿下好几颗金盒，把我们家门口的丧尸都清空了。然后果断升级帐篷，甜蜜的家升级成功。帐篷本身还是其貌不扬，但是内部却别有洞天。钻进去一看，我的眼睛都瞪大了。原本的100平变成了300平的空间，甚至还多了一个储藏室，把物资分门别类的整理好，摆放在哪里。还有时间停止保险功能，即便把一颗西红柿放进去半年，出来时西红柿依然鲜嫩多汁。而那帐篷外则是多了一层透明的结界，没有我跟外婆的允许，谁也没办法进来。我欣喜若狂，直接点击购买了好几个蚂蚁。蚂蚁小小的，只有巴掌大，只有被下达命令时才会变成成人大小，进入战斗状态。平时都如同一个玩具般轻便，围着帐篷周围转，跟护卫队一样。只是变大之后消耗得快，得喂给他们吃的，吃些剩饭就能养活。若是没时间做饭，扔点木头叶片或者是金盒就可以保证充足的体力。如此一来倒也省事。我先试验了下，让几只蚁兵走出了帐篷，走出了安全距离，去往外面大街上与丧尸战斗。虽然损失了一点血条，但还是胜利了，给我带来了新的丧尸金盒，兑换了更多的蚁兵。太好了，可以鸡生蛋，蛋生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事了。我高兴极了，当即就把所有的金盒全部兑换成蚁兵，去猎杀丧尸，换取更多的金盒。乃至那些被我藏进仓库里，实在塞不进去空间里的物资，也全部让蚂蚁们搬了回来，塞入我扩大了 N 倍的储藏室里。这些天，我这边在火速壮大，扩张势力，那边我爸跟我后妈都快饿哭了，相互指责个不停。我翻开监控一看，差点给气出脑淤血来。这下好了，家里没有吃的了，我们娘俩都要饿死，就你闺女享清福。他们不知道怎么居然扯到了我妈的身上。我对我妈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是个恋爱脑，最后自杀而死。其他的谁也不敢对我多说一句。此刻却在他们的辱骂里逐渐拼凑出了真相。我都说了我不喜欢那个蠢女人，跟她结婚只是为了骗她钱，换取她的信任。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明明这件事还是你指使的，现在跟我装什么无辜？我爸很生气，后妈指桑骂槐的就是重提，让他下不来台。不喜欢，你口口声声说不喜欢，但比谁都诚实。你睡了多少次，还让她怀上这个孽种？明明说好了装装样子的，你给她下药的时候，居然还想停手，难不成还想跟她好好过日子不成？明明她都被那么多人糟蹋了，那么肮脏的女人，你居然还向着她，你这个臭男人！后妈声嘶力竭的声音如同一把刀，刺入我的耳膜。他们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为什么组合在一起，我就听不懂了呢？他们是什么意思？我妈是被他们害死的吗？还是以这么屈辱的方式？我如遭雷击，差点被气死过去。妈，你就别叨叨了，要不是我爸舍生取义，娶了那个蠢女人，我们现在哪里住得起现在的大房子？我弟居然也知道，甚至还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妈，你何必跟一个死人计较呢？你一说厌恶那个女人，要我爸赶快解决，我爸不也照做了吗？马上就让她下去了。说起来他还真是娇气，不就是被叔叔们睡了吗？居然3个月就死了，死之前还以为是我爸救了他，觉得对不起我爸。3言2语间，稍微演戏，他就受不了自己去跳楼了，真是可笑哎！第一次遇见这么傻的女人。他们在笑，对着我跟我妈评头论足，甚至翻出了曾经的细节细细诉说，仿佛死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战利品，拿来洋洋得意的炫耀。回想上辈子，我爸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真是没用的玩意，跟你那死鬼老母一样矫情。当时我没听懂，直到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这个意思。原来他们早就露了马脚，可惜自己没有往这方面思考，甚至没有往这方面联想。怪不得他们理所当然的拿我去换物资，怪不得这样折辱我，怪不得妈妈会自杀跳楼，怪不得我上辈子如何求饶，祈求对方不要这样对我。他们所有人都无动于衷。原来我妈是被他们害死的，他们不是我的家人，而是我的仇人。这一刻，我气得浑身发抖，心脏剧烈的跳动，感到一阵窒息，猛然间被抱入了怀里。居然是外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显然早已听完了全程，此刻只是默默的流泪，没有说一句话。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张嘴怎样也无法发出声音，只剩下无穷的仇恨。我要报仇，不只是报我的仇，还有我妈妈的仇，我要一并让他们返还，1000倍万倍的偿还给我。就在他们几个还在喋喋不休地诉说陈年往事时，我打开了摄像头的远程声音功能。一群垃圾们，好久不见。我爸、后妈，我第3人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下意识寻找，但是什么都没找到。别看了，我听到你们刚刚的对话了。所有人吓了一跳，没想到如此隐私的秘密竟然被我发现。你们真有出息啊！等着吧，我迟早会让你们付出代价。我在威胁他们，
后妈气急了，气急败坏的狂喊：有本事你出来呀！出来断然是不可能出来的，但是我可以派出我的蚁兵出去，给他们狠狠的来一个教训。我等不及了，我要现在报复他们，我要看他们绝望的哭嚎，让他们煎熬的等死，受尽我上辈子受尽的屈辱，还要让他们活下去，要看他们挣扎，看他们痛苦。我拿出了所有的金盒去购买蚁兵，并且每个给他们配备了一把菜刀。虽然这花费了我为数不多的金盒，但是一切都值得。看着眼前几十名蚁兵浩浩荡荡的出发，我欣慰的笑了。等着吧，我一定会让你们好看的。外婆家离我爸家有一些距离，他们出发需要一些时间，而我打开监控，通过蚂蚁的视角看向他们。我在蚂蚁身上装了监控，这些监控并不是市面上的那种超大的摄像头，而是用来偷窥的那种微型监控，小到让人很难发觉。而且我在蚂蚁身上放置了一个发声装置，我可以通过蚂蚁来变声，达到我的目的。至于干什么，那当然是寻找那些上辈子猥亵过我的好邻居啊！拿着刀劈开他们的房门，掐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带到我那好爸爸家里，再让他们喝下不得了的东西，狠狠体验一把万人枕的滋味，希望他们也可以好好的享受。3个人，一个都不能放过，毕竟我那畜生爸爸才是主谋，怎么能轻易放过呢？反正他不是很享受吗？那就让他好好享受享受，只是希望他到时候能夹得住时，别到处喷才好。蚂蚁大军浩浩荡荡的出发，他们小巧而灵敏，速度快到惊奇，连丧尸们也追不上，估计用不了半个小时就会到达目的地。而在此期间，外婆的眼泪已经湿透了我的衣服，她抱着我柔声道：当年的事，我害怕你伤心，所以没跟你说。但你现在长大了，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告诉你了。你的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人，她很聪明，经常名列前茅。她在之前都是非常的乖巧听话，她只是被蒙骗了，只是被哄骗了过去，而相信了别人的鬼话。她一直很乖巧听话，但是她被人欺骗，而第一次的叛逆选择了那个畜生。她以为她通向的是幸福，没想到却通往了死亡的路。结婚的第1年还算幸福，他们生下了你，但是还没有出月子，她就被绑架了，失踪了整整3个月。等我们再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浑身狼藉。在人前，那个畜生表现得很好，直到后来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她在背地里侮辱你的妈妈，言语辱骂，不间断地提起那件往事，不间断地刺激她，而故意地说一些很难听的话，直到她再也承受不住压力，跳了下去。我无数次的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能细心一点儿，为什么没有发现那个混蛋的真面目，而导致了女儿的惨死。我甚至怨恨上了我自己，但是我却无法拿他怎么样，因为我没有证据，即便是有证据也无法判处他，怎样反而会激怒他，带着你逃离这里，让我无法再见到你。我没有你的抚养权，所以我选择隐忍了下去。你说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外婆泣不成声地说着，这些年的压抑，她只敢一个人吞下去，而无法对任何人诉说。对女儿的愧疚，对孙女的隐瞒，让她整个人像是被压弯了的稻草一样衰老了下去。直到此时，直到此刻，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穿，她才敢把压抑已久的真相告诉了我。外婆在哭，哭得如同小孩般颤抖，甚至喘不上气。我一下下地拍打她的后背，轻声安抚道：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报应，1000倍万倍的偿还回来。此时，蚂蚁们很快就跑到了我爸家的小区里，他们分散而来，根据我的指引，而跑到对应的房间门口敲门。蚂蚁的触手敲打在门上，发出剧烈的响动。谁啊？一个肥胖的男人警惕地询问。门外似乎不是丧尸，而响起了一道男声：开门送物资。送物资？现在才是末世前几天，秩序还未紊乱，大家还是相信有官方的维持秩序，甚至相信官方会救援送些吃的喝的。男人警惕心不足，直接打开了房门。一看周围并没有军队，而是在地上有一只硕大的足有巴掌大的蚂蚁看着他。男人本想把门关上，但是刹那间，巴掌大的蚂蚁就变成了比他还要高大的人形蚂蚁，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什么东西？男人挣扎着，肥胖的身体胡乱的扭动，他的体重足有200斤，这一番扭动下，即便是几个壮汉也按不住，比肥猪还要难按。但是眼前的生物并非人类，他的力气太大了，他似乎保留了蚂蚁的特性，可以举起比自身体重大5、6倍的生物，轻而易举地按下男人，让他无法动弹。再乱动就把你那切了。那是一道非常耳熟的男音，声音似乎是 AI 合成的，经常在短视频里刷到。再看去，那怪物的胸口不正挂着一个电子设备吗？太好了，是人为操控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但貌似不用被吃掉了。你要多少钱？我给你，不要杀我。现在才末世的前几天，金钱还未被完全被舍弃，这肥胖的男人还以为我是冲着钱来的。钱有什么用呢？我可不是为了钱来的。那你是为了什么来的？自然是为了你的身体。去扭断他一条胳膊。对付这种人不需要温柔，更何况上辈子这个垃圾也欺负过我。这嚎叫声甚至引起了楼下丧尸的注意。我指挥着蚂蚁把人带到了屋里，把门关上，然后一把堵住男人的嘴，防止他继续哀嚎。听着不想死的话，就去403门，把那一家3口全侮辱一遍。特别是那个老男人，他缺爱的很。是了，还是狗咬狗更痛苦。我爸平时最大男子主义，最痛恨的就是2个男人怎样怎样。所以这件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时，会更加的痛苦不堪。一报还一报，那又怎么样？不仅如此，我还找了所有的欺负过我的坏人，他们全部都要参与这件事。我非常仁慈地下达了命令，蚂蚁们很快执行。不一会，403的房门就被敲响了。谁呀？回答的是后妈，她躲在门后，透过猫眼小心地查看，只看见一群男人围在她家门口，脸色苍白而狰狞，似乎被狠狠地揍过一顿。粗略看去，已经有10几个男人看着恐怖之极，她不敢开门。但是由不得她，随着一声声吱嘎吱嘎的响动，大门似乎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啃咬开了一个大洞。随着一声声的撞击，门彻底的开了。你们是谁？滚出我的房子！我弟炸毛一样大喊。这不老刘吗？来我们家有什么事？我爸已经把菜刀别在了身后，笑眯眯地询问眼前的男人到底有什么事。来者不善，但是他仔细思考，也没想起到底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么多的男人。他向来如此，欺软怕硬，对待柔弱的、无法反抗的女孩子倒是非常的硬气，甚至挥舞自己的铁拳。但是面对同样强悍的壮年男人，他倒是唯唯诺诺，一个屁都不敢放了。那些人并没有说话，而是扔了一箱东西在地上，琳琅满目的数量众多，即便是小孩子都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后妈脸色唰的一下就惨白了，拽住了我爸的衣服，小声祈求不要这样。刹那间，我爸的脸色就放松了下来。原来是这事啊，我还以为他们要动刀砍我呢。若是这样的话，还好。真是的，你不要不懂规矩，好好招待一下大哥们，尽一下地主之谊。他一向是这样的，很多年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永远都靠不住。只要出了事，就会把女人推出去。在很多年前，这种手法对付我妈的时候，后妈倒是满心期待，甚至引以为豪，沾沾自喜，拿来当做谈资用来讨论。但现在一旦轮到他了，那他就恐惧的无以复加，感觉脸面完全被踩在了地上，被羞辱，愤怒到了极点，恨不得跟拼命。你这个畜生，我可是你老婆啊！你居然把我推了出去！你不要不识抬举，大哥们看上你就是你的荣幸，你再这样反抗，我就要打你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个时候，他倒是哥们义气的谦让起来了，甚至非常配合的甩了后妈一巴掌，把他的委屈全部压下去，让他配合起来。开玩笑，眼前的可是10几个壮年大汉，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就算他打得过了，他也会受伤。他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人而陷入危险呢？反正不就是享受吗？他都不介意。后妈脏了，他大不了不嫌弃他就是了。他为什么要这样不识抬举？难不成非要10几个人打过来，把我们一家人打得半死，他才舒服吗？这样一想，我爸倒是觉得委屈了，觉得后妈不识抬举，后妈无理取闹，一巴掌下去，把后妈扇得服服帖帖的。如此的畜生行径，反倒让其他人纷纷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我爸听不懂他们为什么发笑，但是至少气氛没那么僵硬了。就是啊，妈，你不要这样，到时候他们动手，不好收场。怎么样，你就咬咬牙，一闭眼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好了。我是不会嫌弃你的。不得不说，畜生的儿子也是畜生，他爹如此，他的儿子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不说保护自己的妈妈，反倒直接把自己的妈妈推了出去，让他来扛住所有的危险，真是孝顺之极，真是好大儿啊！我恨不得给他们鼓掌一番。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居然一口咬上了我爸的大腿，疼得我爸嗷的一声，一脚把他踹翻在地，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他又不解气，上去殴打他，拽着他的头发把他往地上砸。后妈也不是个示弱的，直接抡起凳子跟我爸来了一个火拼。那10几个男人就站着看着他们静静的打，没有说帮忙，也没有说阻止之类的，仿佛有些生无可恋，也有些兴致盎然。反正无论结果怎样，他们都会动手。后妈毕竟是个女生，力气不如我爸的大，没一会就被打得失去了反抗能力，只能捂着头不住的哭喊。胜负已然分出来了，我爸笑得仿佛一个胜利者一般，揪着后妈的头发，居然提溜着她到了那10几个男人的面前。贱内不懂事，让你们见笑了，你们想怎样就怎样，随便你们怎么折腾，只要人不死就行。我爸他说的倒是轻巧，仿佛扔过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包烟一样轻松，让所有人共享，真是大方至极。那我们就不客气了。那些拳头大的蚂蚁们已经攀到了他们的肚子上，就躲在他们的衣服里面，静悄悄的等待命令。只要他们违背或者逃走，就会刺穿他们的腹部，
他们不敢反抗，只能认命的拿起地上散落一地的套。不过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一群人渣而已。有几个甚至已经嘿嘿的笑出了声，淫邪的目光在三人身上流转，似乎在考虑从哪里下手最好。后妈当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在地上躺着，眼睛都睁不开了。此时生无可恋的瞪着所有人，特别是我爸，简直像要吃了他一样。有几个人拿着套向他而去，我爸甚至还在招呼大家不要客气，那恶心的模样让后妈气得咬牙切齿，简直快要吐血。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后妈神经似的念叨着，诅咒着，怨恨着他，恨不得他现在就陪他下地狱。也许是他的念叨有用，也许是诅咒生效了，居然真的有好几个男人拿着套套越过了后妈，而是向着我爸而来。我爸眉头跳了跳，不明所以道：他在那边呢，你们可以去那边。他甚至还指了指方向，怀疑那几个男人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也丝毫没有怀疑过对方是真的冲着他而来的。毕竟他是个男人呢，怎么可能呢？他们几个也都是男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强压下心底的不安，我爸后退了一步。不，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儿子的尖叫在耳边炸裂，居然有好5、6个男人压住了他，撕扯他身上的衣服。你们干什么？你们冲着他去干什么？他不是女人，他是男的。男的，我的儿子不是女儿。你们可以冲着那个女人而去。我爸有些急了，疯狂地示意大家，他生的是个儿子，严重怀疑眼前的所有男人眼睛都是瞎的，居然冲着他的儿子而下手。我们当然知道他是男的。有男人回话，甚至掐了儿子一把。我弟当时疼得嗷嗷大叫，脆弱的地方被狠狠掐了一把，疼得他差点尿出来。这些疯子里面都是变态，变态到什么程度呢？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乐呵呵的傻笑，更加兴奋了。我爸长了一张帅脸，确实是很帅，不然也没办法骗到我妈，让她恋爱脑上头嫁给他。所以他长得容貌倒是不错，遗传的我跟我弟容貌都十分的艳丽、好看、漂亮。特别是我弟，他经常被娇养，皮肤白嫩嫩的，加上喜欢运动，身材匀称纤细，容貌生得好，身材也好，一旦换上了漂亮的女装，就是一个十足的小男娘。所以这些便他们兴奋了。疯了，你们真的疯了！我爸大喊时至现在，他终于反应过来了，这些人居然不只是冲着后妈而来的，反而是冲着他的儿子来的，甚至连他都不打算放过。屁股上被狠狠掐了一把，甚至自身的衣服也快被剥落了。我爸终于开始疯狂地挣扎起来，但他一个40多岁的老登，怎么可能抵得过那么多人呢？更何况是壮年的人，直接一巴掌被打了过去。我爸的头直接被打偏了，血水混合着泪水屈辱地流下，那些人又不知足，直接一巴掌地接着打了过去，防止他咬伤自己，就像殴打后妈那样，一拳一拳的打得十足畅快。后妈虽然非常狼狈，整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她看见我爸挨打的样子，还是开心的疯狂大喊大叫了起来：你有今天，你活该，你活该，你活该！刚刚倒是大方的很，直接把他推了出去，让他怎样怎样，但是轮到他自己，他反倒是开始挣扎、绝望、哭喊，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冤屈一样，真是双标狗！活该，活该，活该，活该！后妈兴奋极了，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咒骂着他，合着刀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疼，不知道怎样体谅人，甚至还压着他。结果到他自己呢，倒是这副姿态，真是恶心。此时后妈完全忘了，她明明自己也是个施暴者，把对我妈做过的事忘得彻彻底底，一干二净。此刻倒像个受害者一样，开始嗷嗷叫啊，真是可笑至极。现场的一窝人全是坏蛋，没一个干净的，让他们狗咬狗，倒是挺猎奇的。现场倒是一片惨叫，无论是我爸、后妈，还有我弟，全都是落着了他们的毒手。放开我，放开我！我敢保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爸叫的这么大声，那惨叫好似被人割肉了一样，疼得撕心裂肺，疼得痛彻心扉。几个男人按住他，拳拳到肉，打得他难以招架，哗啦啦的开始流血。这么一疼，他就开始失禁，前面失禁，后面也失禁，窜稀一样，扑哧扑哧的，居然拉了起来。一片恶臭，恶臭的所有人都恨不得干呕出来。他们好想逃离，但是每次想要离开的时候，肚子就会一阵刺痛，是蚂蚁狠狠地咬了一口，让他们也开始流血了。继续啊！你们忘了，最后一位可是要割掉的。我用了变声器，用 AI 的男音发出指令。这一点我已经提前说明过了。最后一名表现最差的人，他就会被变成太监，而且还是一点点的变成太监。这种痛苦，光是描述就让这种人痛苦不堪。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这种事？当即就不顾满地的狼藉，卖力的恶心人起来。我爸嗷了一嗓子，拉稀都止不住，居然还被反复殴打，简直快要死掉了，趴在地上生无可恋。不要指望那些垃圾们会怜香惜玉，连最基本的都没有，直接殴打。我弟熬得要死，哗啦啦流血，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想的，是痛苦的根源，非常的痛苦，恶心，想吐。
在场的屎尿屁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偏偏他们又无法拒绝，甚至是不卖力，沦落到最后的话，还要面临太监警告。这种痛苦要一直持续下去，一直持续到3个小时，所有人再也撑不住，直到一人成为了太监，他们几人才算结束了今天的淘汰赛。今天结束了，明天继续加油。恶魔地狱，这绝对是恶魔地狱。在场10几个人渣全部吓得面无血色。这是凌迟，这是折磨，是痛苦。对方就是故意的，故意想要报复他们。几乎不用多想，他们就知道了那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你这个孽女，你这个孽女，我当初就应该掐死你！你怎么敢的？你怎么敢的呀？你居然敢这样对我！我一定要杀了，一定要杀了你！一定！稍微一激动，他就牵动了伤口，疼得他顿时嗷的一声，差点飞起来。哟，还有力气呢，看来是他们不够卖力呀，要不要我帮你多喊几个人？我透过监控轻描淡写的恶魔低语，这番威胁实在是很好的拿捏了在场的3个人，他们彻底闭上了嘴巴。一家3口都是整整齐齐的被打了一顿，狠狠被打得不敢再嚣张半分。姐姐，我的好姐姐，都是爸的错，都是爸的错，跟我没有关系。你要报复就报复他吧，不要再打我了，不要再找人打我了，我真的是无辜的。当时我还那么小，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把怨气撒在我身上。他倒是变老实了，只是可惜另外2个人会怎么想。你这个逆子，你也脱不了干系。你明明早就知道，你没有告诉过你姐姐，甚至你还出主意让我把你姐姐给卖给……够了，你个老登！我弟居然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一本书，朝我爸直接砸了过去。我弟他是真的被打老实了，被那么多人打，打得他都快站不起来了。他是真的不想再挨打了，反手就卖爹。明明都是你的错，你想吃绝户不说，还非要这样恶心人。明明都是你害死的，你非要装，就现在事情暴露了，被人报复，你居然还想把自己推到我这个小孩身上，你到底要不要脸啊？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你放过我吧。同为女人，你应该理解我的。我现在真的是痛不欲生，悔不当初。求你放过我吧，我可以跟他离婚，我再也不再搭理他了，我会永远消失在你身边。求你不要再报复我了。不只是儿子，连他的妻子，我的好后妈也开始背刺他，开始一个劲的脱罪，把罪责全部推到他的身上，试图想引起我的同情心，让自己开罪。若是没有经历过上辈子惨死的，我可能就相信了。但是上辈子我是怎么死的呢？其中是谁的主谋，我可是亲眼看见了，亲耳听到的，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他呢？好好享受吧，一直到你们死掉的那一刻。我不会原谅你们所有人，你们所有人都不值得原谅。一家3口整整齐齐的下去往地狱赎罪吧。哦，当然，那10几个人渣我也不会放过。等利用完了之后，等你们3个下去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要陪着一起进去，热热闹闹的，多好呀！说完这句话，我立马把监控关掉，不想再看他们怎样的嚎叫，怎样的道歉，而是去泡了一杯热乎乎的奶茶，并加了很多珍珠。今天的天气真好呀！以后的天气也会同样的阳光明媚，但那些都与那人渣一家3口没有关系了。